这是我们加拿大简报团队为您搜集总结的权威信息。加拿大简报：特鲁多，中国在锂生产中使用奴隶劳动。路透社，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在讨论加拿大试图增加电动汽车和其他电池中用于关键元件的产量时表示，中国从使用奴隶劳动生产锂中获利。他说，加拿大拥有丰富的锂资源，但中国的战略选择使其几十年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锂生产国。去年秋天，加拿大实施了一项针对关键矿产投资的新政策，特别是来自中国等主要生产国的投资，因为它试图在与大流行相关的供应链混乱之后，稳定其国内关键矿产供应。特鲁多强调了加拿大对环境责任的态度，尊重土著人民，公平对待工人，并遵守强有力的安保和安全标准。11月，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命令3家中国公司剥离对加拿大关键矿产的投资。香港提供50万次免费航班，包括国泰航空、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加拿大环球邮报：香港提供50万次免费航班前往该市，试图在几年的旅行关闭和限制之后促进旅游业。好吧，获得航班的中奖者只需要支付税费和附加费，但基本票价是免费的。门票是在疫情高峰期购买的，将由香港旅游发展局派发。香港一些最受欢迎的航空公司将提供免费旅行，包括国泰航空、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由于2019年广泛的公众抗议活动，香港的旅游业在大流行之前遭受了损失。抗议活动始于对政府法案的担忧。该法案将允许引渡到中国大陆，那里的合法权利经常受到侵犯。一旦居民开始要求更多的民主改革和对远景暴行的调查，旅游业就更加停滞不前。为了鼓励再次旅行，获奖者必须提前通过国泰航空网站注册，以获得唯一的代码。对于许多移民来说，心理健康在他们驾驭新生活时被忽视。加拿大 CBC Windsor 的 Halfway to Home 系列是一个由5部分组成的系列，突出了加拿大温莎、埃塞克斯地区移民的经历，讨论了与移民对心理健康影响相关的个人斗争。据主持人托尼·杜塞特 Tony Doucette 称，由于居住在该地区的1/5的人是新来的，该节目旨在为经历过类似困难的观众提供安慰。卡车司机萨尔曼·古尔 Salman Gu 于2019年与家人一起从英国搬到该地区。他在节目中回忆说，他在等待工作许可时感到沮丧和焦虑，这将使他能够开始新工作。在大流行造成的延迟15个月后，他被授予。社会工作者和大学讲师 Reham El-Sadi 讨论了他在2001年14岁时从沙乌地阿拉伯移民的经历，以及在11/9后紧张局势期间，他如何与刻板印象和恐惧做斗争。许多移民在管理他们的心理健康方面挣扎，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祖国或以前环境中的优先事项。温莎的心理健康顾问 Raisin Barkuni 说，根据节目中的讨论此类问题会受到耻辱，有些人担心他们的社区会知道。虽然一些移民不愿回忆他们在国外的艰难早期生活，但其他人希望分享他们的定居故事，以表明其他人正在经历类似的问题。萨尔曼鼓励其他移民面对他们的想法，积极拥抱变化，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美国内战也是加拿大的战斗，我们站在错误的一边。加拿大环球邮报：在美国内战期间，加拿大是邦联特工的避风港，他们发动跨境突袭、洗钱并密谋反对联邦。记者兼作家朱利安·谢尔在《环球邮报》上写道，加拿大在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但鲜为人知的作用，因为北方和南方都将其视为反对派的行动基地。虽然成千上万的普通加拿大人加入了联邦军队，但该国的许多精英，包括政治家、商人、教会领袖和记者，都支援邦联。谢尔认为，加拿大需要面对自己不舒服的历史，包括报纸对支援奴隶的南方比对林肯的北方更友好的方式。他认为，如果不承认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加拿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国就无法接受土著人民寄宿学校的殖民遗产或远景对种族化的人的暴力行为。如果加拿大人患有一种忽视该国历史黑暗方面的历史健忘症，那么他们对当代和后代都是伤害。加拿大于1867年在内战和未解决的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的阴影下成为一个国家。谢尔说，
在分析加拿大的时事时，了解种族压迫的历史很重要。例如，在寄宿学校发现万人坑或正在进行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虽然关于加拿大成为通过地下铁路逃离的奴隶的北极星的故事可能鼓舞人心，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们并不能提供加拿大过去的全貌。希尔敦促加拿大人对该国的历史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审查，以从中吸取教训并向前迈进。我和朋友们要去一次大旅行，但其中一个刚刚开始和我们都不喜欢的女孩约会。多伦多星报。根据多伦多星报的建议专栏，缺乏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是读者关系破裂的原因。作家的女朋友是一名护士，在空闲时间，她花时间说明新移民，而他则担任建筑师的学徒和建筑工人。解决方案是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尽管他们的前任可能对重新点燃这段关系不感兴趣。该专栏还为担心他朋友的女朋友会加入他们的假期计划的读者提供建议。CBC 有一个更好的模型，它被称为 NPR。多伦多星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应该遵循美国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模式，并朝着当地语系化和无商业模式的方向发展。CBC 电台前执行编辑兼首席记者杰弗里·德沃尔金 Jeffrey Dworkin 表示 ，Dworkin 认为地方和区域电台应该有更多的控制权和财务，而网络应该大大减少。通过转向 NPR 系统，该公司将专注于公共捐赠，而不是全额政府资助，重点将首先为加拿大观众服务，而不是吸引非加拿大听众。从异常天气到我们的供水，再到乐观和行动。以下是您的气候问题的答案。加拿大 CBC。 加拿大的五大湖气候变化专案揭示了有关危机的最常见问题，包括全球变暖如何影响干旱和野火、洪水、风暴和自然灾害。气候模型表明，加拿大的变暖是全球平均水准的2倍，随着水位迅速波动，其影响开始变得明显，威胁着房屋和野生动物，而一些冬季风暴变得更加极端。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延伸到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研究人员正在探索过去太阳周期和火山等自然现象的波动如何影响气候。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世界天气归因等组织正在努力通过分析数千项科学研究的数据，近乎及时地确定极端天气条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除了这些天气问题外，五大湖气候变化专案还关注对加拿大淡水的影响。淡水资源对国家的工业和人口至关重要，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虽然加拿大的水处理方案应该能够承受养分径流到水源中可能导致的藻华，但这种水华仍然对水生生态系统和水工业构成风险。积雪融化补充的地下水库也受到气候变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水的影响，有可能耗尽这一重要水源。为了对全球气候危机保持积极态度，专家建议通过与自然联系并与社区其他成员讨论如何解决危机来避免气候虚无主义。气候适应措施应包括尽可能少地使用化肥，并在田野和水稻周围种植本地植物，以减少硝酸盐径流。蒙特利尔旧建筑在火灾前被标记为违规行为，造成7人死亡。加拿大 CBC。 根据 CBC 新闻获得的档，蒙特利尔老城的一座建筑物去年3月起火，造成7人死亡，有违反消防法规的历史。在事件发生前的10年中，该物业多次被标记为违规行为，包括缺乏工作火灾警报器、标志不清晰和烟雾探测器丢失。租户还报告了对该建筑物安全性的担忧，该建筑物提供长期租赁和 Airbnb 住宿。魁北克政府已对大火展开公开调查。尽管销售失败，但垃圾食品利润仍在上升。加拿大 CBC。 食品制造商报告说，垃圾食品的利润有所增加，尽管产品的数量保持不变或下降。可口可乐 Coca-Cola、百事可乐 Pepsi 和雀巢 Nestle 等全球巨头已经提高了价格，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 10%， 由于需求没有被成本增加所吓倒，因此获得了收益。根据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市场行销学副教授 Ian Cornell 的说法，企业品牌薯片和含糖饮料等食品已成为家庭在生活成本上涨的情况下试图维持生计的最后负担得起的奢侈品。StatsCan 估计，加拿大经济第一季度年增长率为 2.5%。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加拿大经济2月份增长了 0.1%， 低于预期。预计该国经济今年将停滞不前，并可能进入衰退，因为高利率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迫在眉睫。该估计还表明，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制造业今年早些时候萎缩。为什么我失去了独自旅行的欲望？难以忍受，我恋爱了。加拿大环球邮报。随着大流行限制的解除，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启发再次旅行，尽管有些人由于社会期望而感到被迫旅行。虽然旅行有一种特权和赋权的性质，但作家多米尼克·拉克讨论了他如何意识到这并不是全部。旅行往往会让你不受束缚和孤独，只收集疯狂的故事，而寻找爱情改变了克拉克的优先事项。虽然他仍然有地方可以参观，仍然想独自旅行，但由于他新发现的爱情，他变得更加注意和扎根。谢谢收看加拿大简报，更多消息请看6度世界。